怎么会？陈镖头，救我！救！聒噪。钱货两清，人情两散。自己养的祸害，拿捏不住，怪不得别人。任务完成，可以抽取新词条。恭喜获得永久鹿泉词条、开道斩和现世词条、金刚不坏之身。忙活这么久，也不算亏。这世道妖魔横行，草菅人命，好在有标人系统，也算有了立足之地。如今有了这开道斩，也是时候借长途镖往远处走走了。小陈呐，怎么才回来？你离开这段日子，这老丈指明找你护镖，天天早上来问。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什么镖？这么着急？陈镖头，老朽自三花镇而来，自觉已时日无多，想托您将我孙女平安送到她舅舅家。只是路途遥远，乃是2000里外的大周皇朝。嚯，都干出大云了。我是想接长途镖，但这第一趟也太远了。老朽知道规矩，这是20两定金，只要他平安到达，他舅舅还有100两白银的酬劳奉上。120两，这价钱确实公道。这贪财之徒真的比先前的9位镖人更强吗？既然如此，也应该知道我的要求。第一，镖路我说的算；第二，目的地途中不得更改；第三，立字为据，违反任意一条，我有权一拍两散。触发押镖任务，护送洛离前往大周上京城太傅府。200点，刚才结束那个镖才10点，还是长途好啊。小黎，看人不能只看皮相。陈镖头走镖10年未曾失手，有他在，这趟路才有几分指望。有劳陈大哥了。哼，被这小丫头看扁了。没问题，在最后一页按手印。我靠，这么厚的条款！但既然爷爷已经确定了，我签。任务已接受，可使用技能，得加钱。陈镖师，那今日我们便回去准备一下，明日一早三花河畔见。张叔，晚上喝一顿，不醉不归。小黎，爷爷刚才说的话你要签记。最后这一路上凶险万分，只有一人可信，就是陈镖师。爷爷，还差10点，正好够用。子府记，此行也算有了些底气。这10年押镖的积蓄，就留给乡亲们吧。走吧，路长着呢。唉，既然如此，路上就额外赠送你一份帮你走出失去亲人悲痛的套餐吧。喂，我们不休息一下吗？骑马还嫌累，我看你都多余买这马，还能省下一笔草料钱。马都骑不稳，也不知道你买这千里良驹干啥，真是钱多的没地方花。靠，这家伙也太气人了！到底谁是雇主啊？不仅让我从小良好教养养成的心境濒临破碎，就连爷爷病故的伤心事都有些淡化了。天色刚好，在这休整一下，趁在天黑之前翻过这座山。我的呢？你的什么？我说小祖宗，
你付的是标费，又不包含伙食费，想吃啊得加钱。你混蛋！老子是镖人，保你小命的可不是你家保姆，没空理你这大小姐脾气。哼，不吃就不吃，再忍一天，明天就能和小姨会合，到时候山珍海味馋死她。这小丫头还挺有骨气。走吧，启程了。哼。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虽然这屋檐山脉并不是特别危险，但它地处十方沼泽边缘，传闻那沼泽深处的妖魔，连统御10万镇妖司的司主都不敢轻易涉足。狼大哥，出门在外交个朋友，这点买路钱不成敬意。怎么样？我跟你说，你这辈子也找不到我这么专业的镖人了。哼，投机取巧，不过是一头刚入先天境的魔狼，厉害点的镖人一刀就解决了。这魔狼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出来巡逻的少狼，斩杀他就要做好接下来被上万只魔狼围攻的准备。唉，懒得跟这傻丫头解释。好饿啊！活该，谁让你那么小气，连点伙食费都舍不得出。混蛋！算了，饿得没力气了，不想跟他吵。不好，往前走，莫回头。又在搞什么？我本来也不回头啊。不过这混蛋说完，我怎么感觉脖子凉飕飕的？小离，我的乖孙女儿。是爷爷。蠢货！天元归一，无形八方，一语定乾坤。居然是鬼祟，无形无态的怪谈诡异。这只应该名为莫回头，规则是一旦回头便会被永远定格，全身气血回流，半刻钟就会生机消亡。刚用斩马刀盯住了此地规则，必须抓紧时间。今有一魂误入汝途，我以火马作舟，渡他还阳。此间因果，邪神以为如何？给脸不要脸是吧？别怂啊，狗东西！真想给你2个大耳刮子，就20两，你可算是赚大了。要不是老子的实力给他吓住，他能答应火马换你小命？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儿？难道我昨天饿晕了？我靠！我马呢？你把我马卖了！我爷爷养了3年的千里良驹啊！混蛋！有你这么当镖人的吗？哼，寻常人被鬼祟拉入规则，就算没死也会直接忘掉几天内的所有事。这傻丫头居然只忘了关键的一段，还能活蹦乱跳的，体质不简单呢。吵什么？
是你自己舍不得花钱吃饭，也是你自己不信邪非要回头。马用来换你命了，现在闭嘴！你到底饿不饿？你不饿一会儿就走了。我吃，老板给我来2碗面条。等会儿见到我小姨，我看你怎么陪我马！哼！小姐，您来了。这位是……别理他，走。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我高低给你2巴掌。但这丫鬟身上怎么有股不同寻常的气息？就是这样，我爷爷找的这个镖人气死我了，而且就是个混子，给他辞了吧。小离，我看你活蹦乱跳没打断你，但是你有所不知，城外半月前来了一只名为莫回头的鬼祟，已经有半个月没有一个人活着走进望月城了。半月前我就花重金托人给你爷爷传信，推迟1个月再出发。现在看来信使也已折在了路上，而且上头已经派了一支镇妖司的精锐小队前来，按理说10天前就应该到了，应该也已凶多吉少。我苏家商会的皮货生意也因此停摆，因此小姨也不能同你一同出发了，我必须留下来想办法让我们的生意回到正轨。怎么会这样？而且听你的描述，你应该已经遇害，但是硬被那镖人用某种手段拿黑马从莫回头手里换回了你这条命。你自己想想，你一个先天境武者，就算饿2天也不至于饿晕吧？难道他真的有那通天的本事？还有那魔狼，据我所知，十方沼泽边缘的魔狼群，最小的一只规模都超过了1万只。你遇到的8成是巡山的少狼，一旦少狼死去，位置会瞬间共享给魔狼王，到时候你将面临魔狼群的围攻。你爷爷果然给你请了一位顶尖的镖人呢。我错怪他了，的确，爷爷的眼光从未出过错，他的安排必有深意。好了，不说他了，你爷爷呢？他身子骨可还好？我过世的消息除了陈彪方，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小姨和一切你认为可信之人。你就当这是我唯一的遗言，切记，切记。爷爷最近身体一直不好，他嫌路上舟车劳顿，说想在老家待些日子，过段时间身体好些再说。喂，有什么话赶紧交代，我的时间就是金钱。我应该给他道个谢，可钱，你就知道钱，我又不是不走。小离，不可无礼！居然这般年轻，还有这般本事，但他为何会屈尊窝在三花镇那种小地方？苏月见过陈镖师，多亏镖师一路护送，苏月感激不尽。我这外甥女性子骄纵，还望陈镖师担待。这女人和那丫鬟的气息一样。苏夫人客气，平安护送是我镖人的职责。至于小孩子闹脾气，我们做大人的理应担待。你劳烦陈镖师再耽搁半日，我这边有事缠身，无法同行，所以请了一批镖师，想让他们一同护送前往大洲。路约第3款第7条，不得无故耽误甲方镖人的护送时间，若有违反，我有权解除合作，不退定金。但也不是不可以通融，得加钱。我靠，奸商怎么还带坐地起价的？唉，没问题，给陈镖时加2两银子的耽搁费，如何？行，你们慢聊。诸位都是平阳郡地界镖人榜前100的高手，劳烦各位镖头将我这外甥女安安全全的送到大洲上京城。没问题，苏夫人，包在我们身上。以前不是没跟别的镖人合作过，可那帮人大多都死在了我的刀下。我只希望现在这伙人能专业点儿，不然我手中的刀可只认钱不认人。第一次长途镖，不能大意，我得规划路线。靠，亏了，规划出的最短距离超过了6000里，我好像让那老头坑了。这个混蛋，碰到危险时你最好真的有通天的本领。
你去开2间上房。小姐，这种小事哪用得着您操心？我去。我们只吃饭，不留宿，吃完饭连夜出发。啥？我一下午啥也没吃，现在还要连夜赶路，他是不是故意要折腾我？大家都累了大半天了，如果不好好休息，若是遇到危险，我们拿什么应对？再说了，罗老爷子资历最高，是大家公认的总镖人，你一个毛头小子都没在平阳郡镖人榜上听过你，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了？我靠，这家伙疯了！通玄后期，不到20岁的通玄，原来是个武道天才。但这并不代表你有指手画脚的资格。此地名为青苍山脉，横跨800里。如果今晚休息，明晚只能走到山脉中心。山脉中心的危险程度，无论是留宿还是深夜行镖，都不必我过多转述。但如果连夜赶路，明日下午就能到黑石镇，有客栈休息一整晚，后天便可直接穿过这片青苍山脉。这是保你小命最安全的路线。确实有道理。好，听他的。就显得你能耐。我们这么多高手在，连夜穿过没有？你妹的！你们没给老子钱，最好老实点。好歹也是走镖几十载的老镖人，让这么个毛头小子装了个大的，跟打咱们脸有什么区别？大家莫慌，只是一头落单的魔猿。不好，这是妓院魔猿！受死！住手！别击碎他的胸骨！陈冠，你刚才鬼叫什么？一头最常见的低阶魔猿而已，我按照规矩迅速击杀，以免惊动其他妖物。你这一嗓子，要是引来更恐怖的妖物，你担当得起吗？你要是太紧张，可以去队伍中间待着去，别在这小题大做。不论你刚才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下次我会直接在你出枪之前斩掉你的手。记住，我的镖容不得半点纰漏。站住！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妓院魔猿？我们走镖几十年，从来就没听说过。扰乱军心，危言耸听，乃镖行大忌。你要是不说清楚，别怪我们不客气。那是你们孤陋寡闻，这是一种罕见群居魔祟。妓院魔猿自爆后会产生怨念之血，一旦沾染，便会被打上一个追踪印记，无法抹去，并散发特殊气味。方圆1000里内对所有妓院魔猿共享位置，对目标展开不死不休的追杀。随时间推移，气味会越来越浓，定位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刚才那一滴血落在谁身上，你们自己清楚。真的有一股像烂桃子的味道。我说你小子装神弄鬼也要有个限度，什么妓院魔猿，什么追杀令，说的跟真的一样。没错，要是真有你说的这么邪乎，咱镖人这行早就没人干了。陈冠，你想干什么？陈官，这家伙怎么胆子这么大？难道看不出这些老镖人是一伙的，因为失了面子才处处跟他作对啊？那群东西快要追上来了，怎么这么快？难道这2个家伙这是故意拖延时间？行了，收起武器，抓紧时间赶路。难道这小丫头身上带了什么财宝，让那2个家伙眼红了？可这丫头不就是三花镇的一个大户人家吗？能拿出什么值得人眼红的宝？虽然这小子的嚣张确实让人火大，但说的也不无道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速度肯定会被追上，不知道这群魔猿数量多不多。如果不多，全部途径印记就会解除，不然就麻烦了。其他2种方法都不太现实，一是小丫头自己的修为高过魔猿的王，再者就是和他们的王谈判。唉，
好麻烦。我再查看一下图谱信息，找找有没有第4种办法。不说魔猿会追杀到天涯海角吗？我怎么一个都看不见？哼，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英雄救美，看上咱们小标主的美色，真是丢我们标人的脸。就是，仗着自己年轻长得还行，就想骗小姑娘，真不是个东西。真正的标人不应该这么无脑才对。这帮人一直在无脑针对陈官，完全不像一个行走了几十年标路的老标人。已经被包围了，但是为什么他们还不开始下手？跟了一路了。他们是在等伏击的最佳位置，居高临下。撤！洛姑娘，山下危险，现在必须改道，绕过黑石阵，离开青苍山脉。你小子真当自己是跟葱是吧？我们忍你很久了，一惊一乍。不说别的，绕过黑石阵，路程起码要增加1倍。言尽于此，洛姑娘，你自己决定跟他们走还是跟我走。洛小姐，别听他忽悠，你要是觉得他不靠谱，尽管让他滚蛋，有我们兄弟几个护送，保证让您舒舒服服到家。爷爷跟我叮嘱过。行，听他的，走。够了，陈官！标队指挥向来是按资历来定，罗老爷子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指挥权理应由他来担任。凭什么你小子嘴皮子一碰，让我们停就停，让我们绕就绕，张口就让我们多绕2000里冤枉路？你当你谁呀？标王吗？这小子好重的杀气，少在这装神弄鬼！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在这吆五喝六！赵人是除罗通之外资历最老的一位，可是老牌通玄后期的高手，竟然毫无还手之力。还有谁想试试我的精良？你们要庆幸接下来有场大战，否则……哇，这家伙原来这么狠，一个人就能镇住这么多老头。看来这小子真的不是在唬人，而这一路周围确实有些安静过头了。听城关的，这个老家伙好在没老糊涂。不好，那些家伙动手了。这小子疯了！富豪，快上马车！陈官，你好好看看方向，这些魔猿在将我们往山脉中心驱赶。不想死就好好跟着我，别问那么多废话。你地形不利，先顺着他们的意图跑，等到一处开阔易守难攻的位置，再展开回击。抓紧长刀，别怕。这是碎玉，能与魔碎沟通，付出代价达成和解。这野小子居然掌握这种失传已久的秘法。那就是没得谈了。
注意远程投掷。老刘！陈冠，救救他啊！陈冠，你还是不是人？你明明可以救，你非要看他死！我是镖人，不是救世主。我的职责是你，不是他们。他们拿钱卖命，我也一样。你如果想让我去救别人，可以，得加钱，而且你得自己保护自己。记住，把命交给别人是最蠢的事。这世上能救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我靠！我就加钱加完了，他就给我砍了！愣着干嘛？赶紧滚过来！我刚还大言不惭骂他不是人，他要是真走，刚刚我就被这些怪物撕碎了。靠，好尴尬！我身上有印记，待在我身边应该是最危险的。赵武死了，那么多兄弟都死了。如果早先不听信谗言，7条人命本不必葬送在此，都怪我。唉，这千头妓院魔猿只是一个试探，真正的招牌军还没出面，不然我一个人就解决了，还跟这些家伙啰嗦什么？小黎，看人不能只看皮相。确实，这个男人虽然贪财嘴贱，一路上对我爱答不理，但他从来没有在我遇到危险时犹豫哪怕1秒。那个，谢谢你。谢什么谢？舍得加钱的镖，我向来都是这么认真。陈镖头，对不起，之前是我等都错怪你了。原本这2个家伙一直嘲讽我，在那里找茬，故意拖延时间，明显有问题。可这一战下来，又不太确定。不过先留点心眼吧。你们别高兴得太早，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这只是先锋小队的分支，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原地休整，明日一早出发。啊，我们不应该趁着这帮魔猿撤退，赶紧找机会绕路吗？留在这儿不是等死吗？妓院魔猿每次战败都会立刻撤退，总结经验，优化战术，重新挑选更适合的战场。今夜肯定是不会回来的，而且今夜是为数不多能喘息的机会了。这丫头的身份不简单，这种场面居然适应得这么快，还有心思让我去救别人，这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不是一般的高啊。陈大哥，我身上这个印记，你知道怎么能解吗？有我在，你不用太过担心，办法有很多，只不过需要时间。李飞绝对有问题，我原以为他是图财，但如果不是就麻烦了。这妓院魔猿出现的地点太诡异了，他们理应聚集在十方沼泽深处才对。难道有人特意把十方沼泽里的魔祟请出来针对洛灵？那他得多大面啊？怎么看怎么不像啊！陈镖师，队伍已经整顿完毕，趁着天色微亮，妖祟尚未完全回巢，咱们赶紧出发吧。好，准备进山。陈大哥，我昨晚想了想，咱们这么走下去太被动了。哦，怎么你有好办法？群居魔祟必然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那咱们要不要去找一只跟这妓院魔猿实力相当的群居魔祟，直接将魔猿引到他们地盘上？一山不容二虎，他们肯定会打起来，到时候咱们就趁乱脱身。驱虎吞狼，借刀杀人，没想到小镖主还懂兵法，可谓绝处逢生之计。这小丫头身份果然不简单啊！这个想法居然和我想的破局之策一样，不错，还算有点脑子。平时没白读那些圣贤书。这青苍山脉往西600里，
是黑风岭，那里盘踞着一群铁甲魔牛，皮糙肉厚，脾气暴躁，十分合适。这条标路老夫以前走过几十次，知道一条隐秘小路可以直通那片黑风岭。不如由我带队，咱们即刻出发。不去黑风岭，咱们直接往东，进十方沼泽。什么？陈镖师，你疯了吗？就是啊，那可是十方沼泽，哪怕是边缘地带，镇妖司都不敢轻易涉足。咱们现在这点残兵败将，直接闯进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这里去黑风岭的路程有600里，哪怕我们日夜不休，也至少需要2日。这2日，谁敢保证那些速度奇快的妓院魔猿追不上来？况且凭那几头只会用蛮力的畜生，给他们热身都不够。而十方沼泽，从这里下去有一条废弃古道，直插沼泽外围腹地，仅有100里。只要进入十方沼泽外围地带，里面的领主每一个都不是善茬，他们只要敢跟上来，到时就看谁技高一筹了。好像有道理。让马匹吃饱喝足，调整好状态后，咱们直接出发。好。怎么了？我刚看来着，绑得很结实。这什么玩意儿？妖魔的皮子啊，你看不出来吗？我问的是，你没事带这些东西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做点生意哪来的钱？没钱怎么给你付标费？哼，这话说的好像我很贵一样，我都感觉被你爷爷忽悠了，好吧？行了行了，这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你那个小姨的主意？是我小姨让我带拉到大洲那边去贩卖，大洲两面环海，皮货稀少，能卖出3倍的高价。行，没事了，你回马车去吧。有虫子，有意思。皮货差事一般都是单一品种，得罪也只多得罪一种魔祟。这辆车，各种妖魔皮毛混杂在一起，几乎不重样。各位，我刚才仔细想了想，决定兵分2路，一队跟我护送洛离走古道进十方沼泽，另一队拉着这辆车皮子前往黑风岭，然后绕道去千里之外的望北城，咱们在那里会合，再一同赶往大洲。陈镖师，我们镖人走镖最忌讳人镖分离，万一雇主遭遇不测，这个责任可不是你一个人承担得起的。您这好端端的要分成2队，总该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对啊，任务若是失败，镖行盟会可不会听你什么原因。十方沼泽环境恶劣，没有什么正经官道，这辆车皮子根本进不去。就算强行抬进去，声势浩大，必然吸引大妖注意。人少反而更灵活多变，我们只是甩开追逼，又不是去拼命。我既然敢这么安排，就有一定的把握能带洛林安全走出十方沼泽。我只需要5个人，你们自己来选。不过我话说在前头，走十方沼泽九死一生，你们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我都不会出手。我希望你们自己能想好了再回答。陈镖师，我随你一起去。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你干嘛？当然是跟你做一匹马呀，难不成你还想让我自己骑一匹？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己骑一匹？有人保护你，你怕什么？那可是十方沼泽啊，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行行行，但是我是镖人，拿钱办事，卖的是技术和经验。你跟我同坐一骑，传出去影响我的名节。你要是实在要做也行，得加钱。行行行，给你加2两银子，行了吧？财迷。哼！你们5人跟在后面，记住，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掉队，尽量压制马匹的生意。没我的允许，任何情况下任何人不得擅自发动攻击。好。
陈镖师，这一路有些太过异常了吧？一路上寻常的妖魔都没遇到一只。准备战斗。啊！我等奉行天道，乃是过路之人，欲借此地一过，不知妖仙大人可否行个方便？不好，是妖怪，口吐人言的大妖。既然来了，那就都留下来吧。这是妖蟒！可恶！好硬的鳞片！阁下，放过我，我愿让你们过此路。现在知道要脸了。完了，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境界？连通玄高人都无法破防的蛇妖，竟然被他一刀斩断。这家伙好厉害啊！顾到他真是赚大了。陈镖师，这头妖蟒的尸体该怎么解决？不要动它，取一些血涂在马肚子上。这可是通玄巅峰的大妖，尸身若是带出，哪怕一小部分，也能卖个数百两银子啊！真是要钱不要命。这大妖的躯体对人族是大补之物，对妖魔又何尝不是？带着这玩意儿上路，麻烦会接踵而至。明白了，确实有道理。我们这就去取蛇血。快点，大妖气息散去，此地很快便会有其他大妖前来抢占地盘，我们得尽快离开。找个地方先休整一下。陈镖师，咱们这已经是彻底进入十方沼泽腹地了，那些妓院魔猿为何一直没有动静？哼，因为我已经解除了洛姑娘身上的标记。陈镖师，此话当真？当然，你们这一路不都看出来了吗？可这味道还在啊！陈镖师，您是用什么办法去除那标记的？好厉害！祖传秘法不方便告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出沼泽和李飞他们会合了？此地一直向前，可以直达苍凉山脉。山脉横跨大洲，我们直接从山脉前往大洲，可以节省1/3步程。到时候让当地镖行盟会飞哥联系系下望北城的李飞他们，我们在前方的城镇等他们便是。也好，正好也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休整疗伤。再向前100里会进入另一个大妖的领地，只要通过，我们就可以直接穿插出去。好。小心！这是怎么回事？你问我，我问谁去？化骨水，这是死士，怎么可能？先离开这里。这个小丫头到底是什么身份？能动用死士来截杀的人物，即便是望月城城主，恐怕都还不够。他这是什么刀法？看不出半点真气波动，但却好像无坚不摧。无论斩杀什么，都从未出过第二刀。要知道，这可是以防御力著称的铁甲魔牛啊！陈镖师，且慢，不能再往前了。
这铁甲魔牛一看就是被人提前击伤，导致发狂，然后故意引到这里来的。对，前方高阶妖魔越来越多，我们再这么走下去，恐怕要成为这些神秘人手中的刀。陈镖师知道我们进入十方沼泽还能追上来，只可能是从李飞他们那边，他们可能已经……不用已经了，他已经死了。洛离身上还有那个味道，你根本没有去除他身上的印记。说，你是不是拿他们去调虎离山？对，既然是镖人，就要随时做好赴死厄的准备。没人吸引主力，你们绝不可能活着走到这里。你不应该感谢我吗？不过李飞并不是死在妓院魔猿手中，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什么？你是说刚才那个黑衣人是李飞？这不可能！等等，你是叛徒！罗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十方沼泽普通人进来都会迷路，更何况是进来找人。除非有人一路给那些死士留下标记，否则他们绝不可能这么快这么准的追上来。罗大哥，你这也未免太武断了吧？我们一行7人，你凭什么就认为我是那给死士留下标记的叛徒？从我们出发开始，就你和李飞一直明里暗里的针对陈镖师。妓院魔猿那场大祸也是因李飞而起，若不是他，我们绝不会有那么多兄弟死掉。而且这一路上就属你的话最多，询问别人的保命秘法，这是江湖大忌，只要是个修士都知道，而你却脱口而出，你不是叛徒，为何急切想知道这种秘法？我那是没有多想，就是纯粹的好奇。罗大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叛徒，我那就是个习惯，是谨慎。死到临头还敢狡辩，去地府好好解释吧。陈大哥，你杀错人了。没杀错，刘硕不是叛徒。化骨水和淬了剧毒的匕首，果然是死士。陈官，多谢您为我洗清冤屈啊！不是，你这家伙一路上不是跟这个作对，就是跟那个作对。我这都是从龙小养成的习惯，嫉恶如仇，见到不平事就忍不住要多嘴两句。对了，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反应过来了。当时我本来没想过针对陈官，就是那李飞还有那个程毅几个老家伙，总在我面前叨叨，说什么陈镖师不给我们这些老人面子，装大尾巴狼。我这才……你怎么不早说？我哪知道他是有着这个目的。咱们这个职业虽然危险，但地位崇高，受人敬重，怎么会甘愿成为人家手中的一条狗，去当这什么见不得光的死士？陈镖师，借一步说话。抓紧刀，不要松手，否则小命没了可别赖我。陈镖师，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张元还有李飞以及其他好几个人，都是15年前陆续来到我们平阳郡的外地镖师。来到平阳郡后，名声才慢慢打响。如果李飞和张元是死士，那当年一起来的那批人，恐怕一个都跑不了。他们当时差不多有50来人，只是这几年随着任务牺牲了不少。这一次跟我们出来的24人中，至少有15人都是当年那批外地镖师。你说，是这些人本来就是死士，还是中途叛变，成了某些人手中的刀？如果是后者倒还好说，可如果是前者，镖行里从一开始就混进了一批死士，时间点还刚好是15年前，跟这个小妮子的年纪齐平。最关键的是，这妓院魔猿明显是被人请出去的。这么高规格的刺杀，怕是大周某个王公贵族的私生女。若我们没能护住洛小姐，失职之罪难辞其咎。她背后的大人物也不会放过我们。而且显然，赶前来刺杀的势力同样也来头不小。这单生意很棘手啊！知道这丫头的身份不简单，但怎么越来越离谱啊？这帮人已经不适合待在我身边了，只会拖后腿，得赶紧给他们打发走。陈镖师，你是怎么看出他们身份的？从李飞杀那头魔猿开始的。什么？那么早？可他那晚的应对，按照镖行规矩来说没问题啊。迅速击杀，然后利用真气压制其爆裂，
以免血雾溅到雇主和货物留下气味。罗老爷子，你想明白了吧？他不仅没有压制妖祟自爆，反而顺着风向利用枪劲将爆炸污血精准崩到洛丽身上。甚至我大声喝止时，他也是利用你们的自尊和固执挑起对我的不满，掩盖了下毒手的事实。每次我提出绕路，都会与我争辩，明显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手段。原来如此。不过，真正让我确定这支队伍里有大问题，是那2车皮子。皮子？多种妖魔皮子混在一起，只要是有经验的镖师都知道，那玩意儿在这野外就是个行走的仇恨吸引器。这确实。最开始是李飞绑的货车货物，和魔猿大战后也是他去整理收拾的货物，加固的绳子，他肯定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他没有任何惊慌，更没有主动疑问。他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你便断定他有问题。对，最后我通过李飞筛选出了队伍里所有有问题的人。所以你要区分为2队，这样正中他们下怀。那队人只要离开了队伍，便可暗中跟踪刺杀。我们一下就处在了妓院魔猿和刺客的双重追杀中，但你在皮子上动了手脚，反而把他们留在了十方沼泽外，要不然死士绝对不止这几个，妓院魔猿也早就追上来了。可这刘硕，他纯就是愣头青。再就是赵仁和程辉，他们心里没鬼，自然会为队伍考虑，从而主动站出来。那你打算之后怎么行动？应激没解，我只是用手段暂时压制了气味，最多还能持续半日。一旦失效，他身上那个如同黑夜明灯般的定位标记，必将引来妓院魔猿最后的绝杀。所以接下来我们依旧兵分2路，我带着洛灵去想办法解印记，你们出去之后直接去望北城，等3日。我现在想到了一个能彻底解决洛灵身上的标记的方法，但不方便带你们一起。而且这十方沼泽的凶险你们也看到了，一旦遇到顶级的妖祟，你们别说对付，恐怕连自保都难。说白了，我们现在已经成了拖后腿的累赘。不过确实，陈冠这神鬼莫测的刀法，恐怕遇到传说中的子府大妖都能过上2招。可我们拿了钱，就应该护着这趟镖走到目的地。没有说不让你们送，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解决洛离身上的标记。接下来我会从一条小路前往十方沼泽的边缘，先送你们出去。你们出去之后，即刻前往望北城，在城里等我3日。我解决了他身上的印记后，再与你们会合。3日之后，若是还没有等到我们，你们便继续前行，直接前往大周的上京城。沿途每经过一座城池，都在城里最大的镖行客栈里留下我们约定的标记和信息。如果我们走到了你们前头，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留下信息，以便联络。你是想将我们推出这场阴谋，一人承担所有风险与杀机？陈镖师，行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这里浪费，你去跟他们3人说清楚，我们即刻启程。死丫头，你可算给我坑惨了。哇，总算是走出来了。你们沿着此路下山，再往前走500里，便可抵达南阳郡。穿过南阳郡，便可直接到达云水城地界。陈镖师，大恩不言谢，我等在前方等你。等等，陈大哥，咱们不跟着下山吗？真气外放作为动力，这家伙难不成是子府高手？可传说中的子府高手都是一甲子的年纪，哪有20岁就到这种境界的人？望月城的那个苏月是你亲小姨吗？当然，她是我母亲异母同胞的妹妹，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没有她，也就没有现在的我。不是我亲小姨，她怎么可能对我这么好？小时候母亲重病去世，我就被母亲托付给了小姨。一家子人一直经营着皮子生意，逐渐成为了当地豪强。6岁的时候，我跟我外公去三花镇住，学习琴棋书画这些大家闺秀该会的东西。这镖人都是苏月雇来的，而且那2车皮子明显是用来吸引妓院魔猿的源头。我在其中就感受到了魔猿的气息。20几年的皮子商人，不可能不了解杂皮子在野外的危险性。但从这小丫头描述的过往，这苏月又显得太过平庸，不像是能请动十方沼泽中的魔王。好烦！陈大哥，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深入沼泽腹地，进十方前泽，找办法解决你的印记。安心跟我走便是，不要多问。把这帮魔猿途径太耗时间了，而且还要深入沼泽去寻找他们的王。现在只能是找一位同等量级的妖王走走后门了。当初一位带我入行的老镖夫给我讲过一个传说，
说西南方向浅泽千里深处住着一位怀婆婆，一个修行1000年的怀树妖，实力不算顶尖，但人缘极好，认识不少强大妖祟。虽然是传说，但我在系统地图上真的找到了一个名为槐花屋的地方，说明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真能解决自然最好，不能解决全当抄个近路，避开死士追杀，一举两得。时机合适，进行迅速截杀。小黎，有些事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小姨怎么可能害我呢？不可能。你能不能先讲点礼貌？哦，你们可是来找怀婆婆的？我靠，说话了！在下陈官，特意前来拜访怀婆婆。怀婆婆已经走后多时了，跟我们来吧。好耶！恭候多时。你们是什么妖啊？妖？我们是人。哦，原来你们是人妖啊！不是，我们就是人。知道啦，你们是妖人。行，那很曼妙了。晚辈陈官，见过怀婆婆。晚辈洛离，见过怀婆婆。年轻人啊，胆子就是大，敢从外面自己走进来。婆婆没什么好招待的，这是我亲手培育的百花玉露，请慢用。谢谢婆婆。谢谢婆婆。你来此可是为了她身上的东西？前辈慧眼如炬，晚辈冒昧来此，确实是为了此事。办法是有，但老身有个不情之请，这是小敦和小红，是老身唯一的2个孙子孙女。怎么突然开始介绍孩子了？这老树妖不像大限将至之人，为何要托孤，还是给一个人族？难道那只妓院魔猿的地位还在婆婆之上？去，你们带着这位洛离姐姐去后院找小草玩玩去。婆婆早就知道我会来这里，只是猜到了迟早会有人带着那个小丫头来这里，但没想到来的是一位镖人。老身可以帮你解决她身上的怨印，那头老猿之事也不用你管。作为交换，我希望你能带我这2个孙子孙女离开这里。我是镖人，只行护镖之事。如果要用婆婆的命来换这一趟镖的成败，那这买卖太亏，我不做，告辞。等等，年轻人别急着走，婆婆我并没有让你承担因果的意思，这本就是我的命数。你是不是认识洛离，或者说认识他背后的人？1个月前，一支由5000头妓院魔猿组成的先锋军从我这槐花屋路过，那领头的猿将顺路进来向我讨了一杯百花玉露解渴，从他那里我得知了他们走出十方沼泽深处的目的。5000头！那时我便知道了之后的命数。至于他的身份，既然他自己没有告诉你，老身也不便多嘴。他来到这里就是命数，老身已是大劫难逃，借此人情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我最多还有3日时间，还望小友看在这2个孩子从未作恶的份上，成全老身。一个1000年老妖竟然会不计代价地帮助一个初次见面小姑娘，甚至不惜以整个槐花屋的覆灭为代价。为什么？为什么？老身这千百年来也时常在问这天地为什么。老身当初只修炼了200载，便已开启灵智，修炼500载便化为了人形，如今更能在此地称王，庇护一方生灵。
而眼前这棵老槐树呢，它在此地扎根生长，已受天地之灵滋养足足3000余年，但至今它依旧只是一棵普通的老槐树，始终不能诞生哪怕一丝灵智。这又是为何？老身这一辈子都在追寻那个答案，临了老身才得知此乃命中定数。我怀妖一族身在这十方沼泽，却有了不该有的能力，这便注定了结局。老身今日如此选择，也不过是顺应天命。也没看出这老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而且为什么洛离一出现，就会让他的特殊能力为他招来杀身之祸？这老妖到底怎么想的？明知有祸还不跑？洛离这死丫头真是超级无敌大眉星，身份复杂的要命也就罢了，怎么到哪拿死人？就来拜个门，喝了杯茶，就把这一家老小全都带走了。行，你希望我带他们去哪里？此行向北，直行2000里，跨过一片迷雾密林。密林深处有一座桃花坞，你只需将我这2孙儿平安托付给那里的桃花仙，便算是了却了我们之间的这一桩因果。向北，那是继续深入十方沼泽腹地，危险就不说了，时间都得至少浪费半个月。靠，亏大了。行，那解除他身上的印记需要多久？老身已将我这1000年修为加上槐花坞积攒1000年的百花精气，暂时将他身上的怨印压制住了7日。那只魔碎老猿有着2000年的修为，这不是普通怨印，即便十方沼泽能解之人，也不超过1手之数。你需要在7日内找到我那桃花仙，他便是能解此怨印其一之人。他那里有一味天香豆口，可解除天底下任何怨印的根源，但若超了时限，怨印会彻底爆发。到那时，方圆万里内的任何魔碎都能感知到他的位置。看来从洛离进入此地时，这一家老小便被拖下水了。救与不救都是劫难。多谢怀婆婆。还有一事，妓院魔猿老巢离此地多远？小友，这十方沼泽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恐怖。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而且你也没时间耽搁。一旦这怨印爆发，这天下魔咒都将是你的敌人。行，那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出发了。将这个带给你们的桃花椅。记住，到了那边要听话，不可再像在家里这般顽皮，更不可惹是生非，知道吗？走吧，哥哥，坐我的船。这是打过仗？非也，这里地势特殊，地底有一条岩浆河，高温常年炙烤大地，才形成了这一副末日降临的景象。走吧，这倒霉地方足有2000里之旷，穿过这里才能到迷雾森林。我只剩小半袋水了，你还有多少？给我喝点。一口水1两银子。谢谢大哥哥。偏心。你们就待在这儿，不许出去，听到了吗？给，这下面可没水分，先喝点。谢谢姐姐，可你也没多少了。少废话，让你喝你就喝。别怕，有我呢。不想给老子当下酒菜，就给老子老老实实守在这里。要是让那些小妖打扰到老子休息，老子就把你剥皮抽筋，做成烤全牛。陈大哥，这是……啊，刚收服的坐骑。坐骑，
这刀上有曾经见过的几位妖王的气息。赤鳞蟒3个月前还跟我抢过地盘，行，有这实力那还说啥了？拔我一只脚算客气的，日行千里，使命必达。这头赤焰灵牛绝对是一头货真价实的魔操，还是一只魔王，实力最低都是通玄境巅峰。大魔一般都宁为玉碎，不为瓦完，这个家伙让魔王当坐骑。有我在，你们不会有危险。这个你们俩分了，好好休息一晚，明日一早继续启程。多谢哥哥。陈大哥，我的呢？赔钱货，我可让你给坑惨了，越想越亏，越想越气。没有，喏，给你，给我喝2口总行了吧？那这个可以有。别说，这上面还真是宽敞，在这危机四伏的十方沼泽里，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坐骑了。出发！越往深处走，温度就越高。这2个小家伙够呛能过去啊！虽然已经越过最为酷热的中心地带，但如此下去，这2个小家伙到不了桃花沟啊！必须得想想其他法子了。哼，终于肯出来了。你们待在这里，不要动。都出来吧，躲什么呀？阁下好眼力。陈大哥，大晚上的这么没礼貌的堵在我家洞口，就是为了专程过来夸我一句？当然不是，我们知道阁下是一位镖人，拿钱办事，护人到家。既然都是做生意的，不如这样，你尽管报个数，拿了钱转身走人，将你身后这个小姑娘交给我们，如何？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生意，你到底出不出来？小郎君可真是好敏锐的洞察力呀！我森罗殿办事，闲杂人等离开，可以既往不咎哦。森罗殿是什么玩意儿？好嘞，你们慢聊。口吐人言，这竟然是一头大妖！能降服一头妖王，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小郎君有点本事哦。刚才他的话就是奴家的话。这趟镖，雇主给了你多少钱？你开个价，奴家给你双倍，如何？原本想问问这个森罗殿啥完事，但是看他们欺软怕硬的样子，哼，算了。原本想问问他们找洛离干嘛，现在看到这女人头上那朵槐花雾小妖头上的花，哼，罢了。陈大哥，那是小花，那是小花！那好像是同小墩和小红一起玩耍的小红花。想不到刚离别几日，再次见面竟然会是以这种方式。原来那朵奇葩花叫做小花啊！前几日她哭着求奴家，说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我人人从小心肠就软，当时就答应了她。喏，不用感谢奴家，我给你带到了你朋友面前。这上面可是淬了我精心调制的魂洗散，无色无味，一旦沾上，瞬息就可化成一滩浓水。可这男人不仅一眼就看出了此花有毒，还能毫发无伤接过，又如此轻描淡写的将毒气化解。不过他只有一个人，问题不大。大哥哥，我奶奶她是不是也被他们？没事，你奶奶她很好。你们先带着小花去洞里等着哥哥，哥哥有些事情要跟这位姐姐好好商量商量。怎样，小郎君，考虑好了没有啊？2倍价格不行，3倍、5倍、10倍都可以哦。难不成那个小丫头还能给了你一座金山呢？但即便是金山，
奴家也给得起。他倒没那么大气，只是给了20两定金而已。小郎君，没想到你竟然为了20两银子就敢趟这趟浑水。现如今，整个天下像你这样守信重诺的镖人可不多了哦。这样吧，我给你2000两，你转身离开，可好？不是说好的一座金山吗？你这砍价直接往小脖子根儿砍。只要认钱，这事儿就好办了。那就1万两。我陈官行走镖道10年，送过人，送过畜生，更送过妖魔鬼祟。但最贵的一趟镖，定金也就这次的20两。姑娘，你倒是挺大方，真能给一座金山，这钱恐怕我一辈子都花不完啊。那是值得我们欣赏之人，我们从不小气；识趣之人，我们将更加大方。但是你来之前，可能没打听过我的规矩。规矩，小郎君，在这世道，银子才是最大的规矩。这个难道你不懂？姑娘说的没错，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做生意都讲究一个先来后到。小郎君，奴家这可是为你好。这趟浑水牵扯甚大，绝不是你一个小小的镖人能承受得起的。这女人话有点多，得加钱。加钱？你想加多少？1倍。啊？才1倍啊？没问题，没问题。好，那不就40两吗？为了40两就要拼命，疯了吧？小郎君，奴家也加1倍，2万两，换你现在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如何？原本是可以商量，但你手太欠了，碰了不该碰的东西。护法小心！好霸道的刀法，通玄中期的高手毫无还手之力。一起上，做掉他！子府画力，好你个苏静言，竟然舍得在这小丫头片子身边留下这么一个恐怖的后手。子府境强者已脱离凡人手段，举手投足间便能引动天地之力，根本不是我们这些通玄境可以抗衡的。更何况我能感受到，这绝对不是子府境初期的实力。失算了，这个消息必须带回森罗殿。想走？原来是妖术，有意思，人族竟然修炼妖术。归隐术，而且还不是寻常归隐术，身体能化作烟雾，说明他不仅学了妖术，人也在慢慢化妖。难怪他会摘掉小花，稀释掉小花那一身精纯妖气。不能追了，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脱离护送目标100米范围之外。万一护送目标出事就亏大了。但他知晓了我的实力，他必须死。看天术。小子，你一定会后悔你今日的选择。还是第一次见人化妖，想要长生，然后与一种藤蔓类妖物共生，给自己练成了半人半妖的状态。人和妖修炼功法时，真气运行经脉天差地别，强行修炼妖道，这痛苦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而且化妖后大多样貌都不人不鬼，但这女人化妖后截然不同，显然是有着特殊的路子。这个大周有点不简单啊！主人放心，老牛检查过周围，敌人已被尽数消灭。这头赤焰灵牛不是趁乱逃跑了吗？第一次见这么稳健、这么懂得审时度势的妖怪。刚才要是黑衣人那边赢了，他就直接跑了；要是我赢了，就赶紧跑回来表忠心。算了，还得让他跑腿，懒得计较。算你识相。
多谢陈大哥救命之恩。别，可千万别，承受不起，我这小人物承受不起啊！你是不是有些事儿没跟我讲清楚呀？其实我是一位公主。你真是公主？靠！20两给我拉进黄泉夺嫡的烂摊子里了，亏死我了！好在有加钱 buff， 不然真要被气死了。只希望这死丫头现在说的是实话。行了，别在这儿杵着了，去，把他们身上的水袋都解下来。咱们不用歇了，直接上路。我们1天前就已经察觉到与奶奶的血缘羁绊断了。我们会听话，好好活着的。我们会回去找她。人杀妖取灵炼药，妖吃人茹毛饮血，又是一笔乱账。与我无关，我就是个镖人，只管送货赚钱，与我无关。收拾一下，咱们立刻出发。各位爷，坐稳了啊！这天底下神秘宗教势力确实不少，这个森罗殿算是碰到了第一个独立于黄泉之外的神秘宗教势力。但这帮自命清高的修士，向来都是占着某处名山古迹，极少现身，从不会主动沾染黄泉清药这滩浑水。可这丫头不就是大周上京城皇帝老儿的私生女吗？怎么会把这种神秘势力给牵扯进来？这大周怎么感觉有点乱啊？怎么这趟镖死士、魔祟、妖祟还有宗教势力都有牵扯？这大周皇室关系这么杂吗？老牛，怎么皮痒了？主人，不是老牛我偷懒，再往前走，乃是十方沼泽内10大禁地之一桃花坞啊！详细说说。我也不太清楚，我没进去过，而且也进不去。无论是妖还是魔，一旦进入这迷雾森林深处，就会彻底迷失方向，即便死了魂还在里边飘。就算不迷失，如果碰到了迷雾森林中的那个桃花坞，多半也会被当成肥料。肥料？此话怎讲？老牛，我以前曾听一位路过的妖王前辈讲过，说那桃花坞中间住着一位桃花仙。那位桃花仙呢，他有一个爱好，就喜欢养花种树，但他喜欢拿咱们这种成了精的牛啊、羊啊、虎啊、猴子当肥料啊。老牛，我这黑焰河领地上一任妖王，还有上上一任妖王，据说他们都是有一天突然跟中了邪一样。那老怀妖怎么把自己亲孙子往这么一个地方推呢？你妖能不能别这么怂，连妖王都能轻易拿捏的当肥料？那这位花仙，莫非个顶尖的大妖？不道啊，我们都是从各种传言里听说。主人，要不咱绕路吧？阁下可是来送人？对，我们是来送这2个小树妖。看看，她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花姨？好像是。啥？这是几个意思？我们没见过花姨，只是奶奶曾经跟我们描述过她的样子，跟她长得差不多。懂了，那老树妖压根不认识桃花仙，完全是借我之手走个捷径。哦，你是不是他们口中说的那个花姨？正是吾。不过吾今日来此，不仅仅只是接这2个小家伙。啥？不接他们，难不成来接我啊？吾是来接洛仪的。啥玩意？这死丫头不会在骗老子吧？即便是一位公主，也不可能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啊，而且还是一个禁地之主。而且这女子刚才的眼神，显然根本就不认识这2个小树妖，认准洛离才来的。你认识她？认识。她刚出生的时候，吾曾有幸见过一面，只是没想到，一转眼竟也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了。啊！怎么从来都没有听小姨和爷爷提起过？唉，看她这死处也不认识这女人。靠，这大周皇室这么复杂吗？居然连这十方沼泽里的禁地之主都有牵扯。你赶紧跟他走吧。不行，洛离，你当真决定好了
要前往大周。前辈，前往上京是晚辈的夙愿，亦是晚辈此生必须完成的使命。无论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晚辈绝不会回头。啥夙愿？啥使命？不就是回去夺嫡吗？阁下，此去大周，你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你可想好了？啥？一上来咒我干啥？能让我陈官万劫不复的人，还没出生呢。其实，吾原本是想出手将你留下，以此来阻止洛离进入大周，也算是还了苏静言这个人情。不过现在看来，能将2位小树妖送到这里来，也算是苏静言说的变局了。他说的不会是死丫头的爷爷吧？那老头子有这么大能耐，能让这个连妖王都能拿来当花肥的恐怖存在，欠下他一个人情？不对不对，让老子捋一捋。当初我在苏静言的身上仔细探查过，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修炼者的气息，他凭什么能跟这个十方沼泽里的神秘女人扯上关系？而且，不对不对，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苏静言为什么要阻止洛离去大周？当初苏静言临死之前亲自找到我，让我送这个丫头去往大周，怎么自己又在这儿埋了个钉子？洛离，拿着这个，天香豆蔻可解你身上的怨印，如果路上你想通了，便捏碎这桃树枝。届时吾自会去接你来这桃花坞，斯人相望不如相守。哎，靠，这个娘们还会吟诗了。刚才那个女人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死丫头，骗鬼呢？你真是一位公主，你确定你没骗我？真的，陈大哥，能调动一方镇妖司的皇权令牌。那我是不是要叫你周离了？我只随我娘，姓骆。算了算了，平时一个任务也就几个标点，而且能加钱的客户半个月都碰不到下回。风浪越大，鱼越贵，我只是个标人，其他什么都跟我没关系。走了，送我们去落凤山脉。啊，落凤山脉，从此地去往落凤山脉，沿途足足有3000里路啊！老牛，我这4条腿可能有些吃不消啊！少废话，你想现在就被做成下酒菜吗？走，现在就走，即刻出发，使命必达。这傻牛10天10夜瘦了一大圈，也算把脚力给彻底练出来了。原本一天撑死跑个300里，现在咬咬牙，一天跑个千百里都不带喘粗气的。就这脚程，我都有点舍不得放他走了。哎呀妈呀，这位爷丁丁瞅我干啥呀？俺老牛这么卖了命的跑图啥呀？不就图把这位爷哄高兴了，好早日放自己一条生路吗？这怎么感觉好像骑我骑出感情了？行了，就到这里吧。啊，主人，不让我送您出这落凤山脉吗？啊，那既然你这么客气，那个主人，我开玩笑的，咱们这些妖怪可不能随便踏出十方沼泽，那样会坏了规矩。行了，回去吧，这一路多谢了。应该的，应该的。对了，主人，天上有只傻鸟一直跟着咱们，都跟了3天3夜了。我撤退了，告辞。有妖气，一群妖精，好狗不挡道，堵在这儿干嘛？陈镖师，我们的目标不是你，还请让开。这一路都是认识这个死丫头的，怎么突然冒出一伙认识我的，还是一群妖精？你不用猜了，行走3河镇的第一镖人陈官，10年未曾失手，连阴碎那等要命的活都敢接。我们知道你的本事，也清楚你的来历。你若是不想小河村里的那些乡亲就此消失，就请让开。小河村的乡亲们对我有恩，竟然有人胆敢拿这个要挟我，找死！这里是1万两银子，只要你现在退开，这一辈子都不用再当见钱眼开的亡命徒了。死丫头，说话呀！我加钱。陈镖师，只要你退开，我也可以加钱。你只能加号去地府。
血雨化物，以阵亡妖血驱动，融合妖气与自身，短暂提升至半步子府境界。难道这天下真有此一劫？喜儿，苏月身边的侍女，你为什么要来袭杀你家小姐？你若不想万劫不复，不想人间生灵涂炭，就别送他去大周。洛离的亲爷爷想方设法要阻止他入京，他那位看着他长大的小姨，竟然派陪他从小长到大的丫鬟来刺杀他，结果这帮人又花大价钱雇自己来护着他，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操作？死丫头，还骗我！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哼！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这个死丫头，都到这个时候了，竟然还在跟我演戏。那你知道那是谁吗？我不知道啊。真是能装啊！那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丫鬟喜儿，老子刚刚才亲手宰了她。你现在马上给老子一五一十的说清楚，你爷爷为什么要阻止你去大周？你那小姨又为什么要派人来杀你？什么？不可能！这不可能！老子在三河镇走了10年镖，连魔狼的毛都没见过一根。莫回头那种传说中的存在，听都没怎么听说。可偏偏就在我们路过的时候轮番出现。青苍山脉里的妓院魔猿，那是十方沼泽深处称王称霸的主，却被人请出来堵我们的路。还有你小姨给你安排的那24名镖师，其中有1半以上都是潜伏在平阳郡10几年，专门来刺杀你的死士。你跟我说不可能，不知道。早就感觉苏月有问题，但苏月将这个死丫头从小养到大，怎么就非得等到雇了我上路之后才动手？快说，你真当老子是傻子？陈大哥，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还在装！我现在不管你那消息是好是坏，你现在立刻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不是公主？你去大周到底要干什么？陈大哥，我没骗你，我是公主，但我不姓周。不姓周？啥意思？你是大周前朝紫霄皇朝的公主？大周推翻了曾经盛极一时的紫霄皇朝，洛征是紫霄皇朝的国姓，这死丫头是前朝云印，你是要去大周复国？不错，我此行大周，便是要为我洛氏皇族37627口冤魂复仇。我要夺回本该属于我紫霄皇朝的一切。100年前，我紫霄皇朝为抵御妖魔，新设镇妖司。那时镇妖司的司主不过一介山野村夫。我父皇一次出售游猎，偶然见他徒手搏杀妖狼，欣赏他那天生猎杀妖魔的狠力与天赋，便破格将他带入紫霄，悉心培养。父皇对他倾尽信任，短短10年，便让他从一介布衣登上了掌控镇妖司30万大军的滔天权位。却不料他竟在国潮灾起之际，暗中勾结10方妖魔，联合朝中奸臣，带领30万镇妖军发动兵变。那一夜上京城血流成河，我洛氏皇族37627口，无论男女老幼，尽皆被他屠戮殆尽。我母亲更是被他们做成人质，送给那些妖精欣赏。紫霄皇在临死之前，燃尽最后一丝龙气，以无上秘宝将其封印，将我拼死送出上京城。这丫头原来都100多岁了，难怪这个丫头空有先天境的修为，却连最基本的真气运用都一窍不通。这应该是那道封印，让她一直处于停止生长的状态，同时又被某种宝物持续温养着肉身。100年光阴积攒下来，导致她的体质发生了变异，即便不主动修炼，也硬生生被堆到了先天之境。就凭你一个人去大周复仇？当然不是，我洛氏残存旧部，已为此足足准备了100年。现如今
三军集结，各方组织势力响应，万事俱备，只差最后一步。而这最后一步，便是我这个洛氏皇族最后一滴血脉。陈大哥，我原本不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只是不想你沾染因果。等到了大周境内，我便准备让你自行离开。可现在，这丫头是怕我知道了她身份，等到了大周那边会被接应的人杀人灭口。但我也得愿意继续护送啊。这死丫头是去大周造反，这要是到了大周，大周皇帝要知道仇家来了，怎么可能不出手阻挠？原本以为最多就是搅和进了某个王公贵族的夺嫡之战里，谁成想这直接就加入了造反的行列。若真把这丫头送到大周，让她跟那些前朝余孽会合去造反，这不等于亲手促成了一场灭国之战？原来桃花仙和喜儿说的万劫不复是指这个。大周皇朝一旦因为洛离的到来而陷入内乱战争，那各地被镇压的那些大妖魔王必将趁势而起，肆虐人间。到那时，千里赤地，百姓流离失所，人间将沦为炼狱，而我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一个遗臭万年的千古罪人。我父母也正是因为这种国家动荡，导致大妖魔王趁乱出逃，在人间肆虐而惨死于小河村。老子在乱世中守着规矩，辛苦做了半辈子的镖人，最终却要走上这条大逆不道的路，成为挑起天下战火的千古罪人。最可气的是那个死鬼苏静言，为什么要坑我？你爷爷和你小姨为什么要阻止你去大周？我也不知道。按照原定计划，本应是由我爷爷与小姨一同护送我前往大周，与我舅舅等人会合。但爷爷突然病故，小姨又说有要事脱不开身，最后就只能由我一个人单独前往。我看就是故意找借口退出，将这颗雷送到我手里，让我来当个千古罪人。陈大哥，你现在若是想退出，我可以将全部的镖费都付给你，你只需将我送到落凤山脉尽头的鱼鳞城便可。哼，钱还没到账，你想赶老子就走？我可以将身上的银两都给你。我要的是银子吗？我要的是标点。我怎么之前就没看出他是前朝余孽呢？等等，不对，苏静言好像刚好是我进入镖行那一年出现在三河镇的。新人镖人的前3次出镖算是对新人的考核，只有顺利通过，才能去县衙里正式登记造册，拿到镖师的身份凭证。而我成为镖人，接的前3档生意，就全都是他苏府发出的任务。原本这都是正常事，可跟现在联系一起，那就有些不对劲儿了。难不成那个老家伙从10年前就开始布局了？你在找我护送之前，你爷爷是不是还见过其他镖人？一共走访了9位镖师，陈大哥，你是第10位。他们的年纪呢？他们好像年纪都不大，看着都不足20岁的样子。果不其然，苏静言从10年前就开始在三河镇布局，物色能护送他孙女去造反的人选，而我从一开始就是他的目标之一。这10年他一直在观察我，直到我出道以来从未失手过一次，更是言而有信后，我就成了他心中最适合的人选。你爷爷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乃是前朝紫霄皇朝执掌天下国运，辅佐2代君的国师。国师？难怪。你小姨呢？真是你亲小姨？小姨是父皇的侍卫统领的女儿，至于我舅舅是洛氏世子，为了隐藏身份便改姓苏。那你知道苏月为何杀你？不知。行了，他那个爷爷恐怕从始至终就不赞同洛离去大周复国送死，于是便留了一个后手，就是那个桃花仙，用他来检验我的实力，看我是不是他这10年来寻找的那个变局。至于他的小姨苏月，我完全看不懂。辛辛苦苦养育他10几年，却又在他身旁埋藏了李妃等死士，甚至连10方沼泽中王者都能调动，还能安排莫回头刺杀洛离。如果说他投靠大周皇帝，那就合理了，毕竟大周皇帝有勾结魔祟的毛病。可还是不对，这苏月既然投靠大周皇帝，那为何不在这死丫头小时候动手，非要等出山河镇才开始动手？难道是钱没给够？实在不理解。若取消这趟镖，那我坚守了10年的规矩就等于破了。但若送他去大周，我必将承受千古骂名。关我屁事！老子是镖人，镖人只管送货收钱。走，去大周，我送你去造反。
不过得加钱。陈大哥，等进入大洲后，我再额外送你一些。哟，20两，大气。走，出发。陈大哥，走1天1夜了，歇一会儿吧。行，那边石头上等着我，我去弄点吃的，但是2两银子。这趟镖虽然名头不好听，但收入不会少啊，搞不好可以直接窜到天人境，完全不亏啊。陈大哥，我此行去大洲，可是要去打仗，你难道就不怕吗？你一个小丫头片子都不怕，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又有什么好怕的？那可不一样，我舅舅那边已经集结好了100万大军和数十个组织势力，只要我一到大洲上京城，立刻便可揭竿而起。我靠，100万大军！这恐怕还只是打头阵的先锋部队，鬼知道他们这些前朝余孽在这100年的时间里，到底准备了多少压箱底的后手啊！我只是个镖人，不是救苦渡难的圣人，爱怎么打怎么打吧。你去休息休息，我们2个时辰后出发。这些年押镖积攒下来了6个永久词条和10个现实词条，此次被这个死丫头是去大洲造反，前途未卜，不可大意啊！喂，醒醒，该出发了。等等我！过了这大云内最后的一座鱼鳞城，就算正式进入大洲境内了。陆玉，原来是陈镖师，失敬失敬，请在这稍等片刻。得，洛离的身份100%是暴露了，也还行，看这态度肯定不是通缉令。陈镖师莫要误会，我等并无恶意，只是奉了上峰的命令，特来护送2位离开大云国境。现在这是担心洛离会将造反的麻烦引到大云皇朝了。这丫头不仅是个行走的祸害，现在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官爷，赶了1天的路，可否容我们在此休整1日再走？我等也是奉命行事，职责所在，必须立刻护送2位出城。怎么，咽不下这口气？要不你现在就冲进大云皇宫，去跟那女皇陛下理论理论？那不没事找事吗？我只是在怀疑，是不是我那个小姨故意泄露了我的身份。这你还用怀疑？她这应该是得知喜儿没能留下我们，所以想着将你的身份捅给大云国，想借他们的手来看能不能迎来什么转机。但现在对苏月这个女人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原本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大周皇帝收买，但如果真如此，那就不可能将此事捅给大云皇朝，毕竟家丑不可外扬，防止被人利用。那应该是要让他大失所望了。大云和大周这2国，虽说因为妖魔鬼怪这个共同的敌人，被强行绑在了一条船上，但私底下又因修炼资源、天才地宝、人口，甚至还有虚无缥缈的气运等，导致2国相对。明面上是他们盟友，其实背地里都巴不得对方早点完蛋。哼，现在大周要内乱，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毕竟对方弱1分，他们就能多得到1分。在这吃人的乱世里，多1分实力，就多1分保障。别说，你还真有几分做帝王的料。那是，如果不是大周那个狗皇帝谋权篡位，我洛离必将为这世间开万世太平，让黎民百姓再无饥寒之苦。陈大哥，你要不要助我一臂之力？只要你愿意，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哎，该醒醒了，大白天的怎么开始说起梦话来了？紧张什么？就你这样还想去大周造反？你这不是把我是反贼刻脸上了吗？我这是身上痒，难受。行了，你不用担心。人撤。王都尉，别来无恙啊！这位姑娘是我一位远房亲戚的朋友，要去往你们大周进行访友，还望老哥你多多关照。赵雷，你当本都尉什么人？岂能随随便便就可以收买？来人，给本都尉拿下！给我仔仔细细的检查，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妖气，查查是不是他国派来的奸细。禀告都尉，并无妖气，路与何归？本都尉一向公事公办，绝不徇私枉法，怎么可能为区区钱财所动摇？哎呀，这是咱们上次生意上的余款，王都尉误会了，误会了。这样啊，那就多谢赵兄了，改天请你喝酒。这出戏演的滴水不漏啊！原本我进入大周之后造反的事，将来必定会给放我入境的王都尉降下大罪。他这装模作样演这么一出，不仅将罪责消弭掉，还能光明正大收好处。陈大哥，你怎么知道那王都尉只是装装样子？说白了，就是一个偌大的江湖。江湖不是打打杀杀，那是人情世故，玩的赚活，玩不赚死。人情世故，那江湖是什么？江湖这个词，其实你可以分开来看。我知道了，所谓的江湖，是皇朝争夺的土地，是修炼者争夺的资源，一方土地的气运，甚至是子民的信仰香火，是我走过的每一片土地。那你又为什么说江湖是人情世故呢？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咱们现在已经进入大周地界了，你就好好琢磨琢磨，接下来应该怎么造反吧。说的好像造反是儿戏一样。哼，你这什么都不懂的死丫头，去大周造反不是儿戏是什么？好，你听着，我只跟你说这一次。你在出生那一刻，便已经身处在这个偌大的江湖之中，而你这一路所看到、所经历的，就是人情世故。玩不转人情世故，那你就注定是一个炮灰。就像那王都尉，他之所以敢这么干，不是他想这么干，而是他不这么干，他就混不下去。在这乱世之中，他这个位置混不下去的结果就是死。陈大哥，你就不能讲得再清楚一点吗？如果你连这句话都听不懂，我劝你还是趁早回你的山头，老老实实当你的大小姐去。如果那王都尉不领赵雷的情，赵雷就会给他使绊子，让他坐不稳这个都尉。还真有可能，此人是大云镇妖司统司，经常跟妖精打交道。王都尉如果拒绝，便会得罪于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刚才那出戏码，既不驳了别人面子，又能多一个朋友一条路。可这个江湖跟我复国有什么关系？陈大哥，你是不是不想我去复国？不，我非常赞同你去造反。你闹得越大，我这趟镖的含金量就越高，我就能多赚点钱。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好好讲讲江湖？啥？我已经讲得很仔细了，不是你看不懂，而是因为你一直没有活在江湖中，所以感受不到。不过你放心，这一路你会有机会认识到什么叫江湖险恶。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是继续维持你的皇帝梦，第2个是先认识江湖。你想选哪一个？我当然看他的样子，这恐怕不只是随便问问。之前我以为江湖就是那些游侠快意恩仇、仗剑天涯的传奇故事，是一群不服王化、游离于规则之外的莽夫聚集地。但是一路行来的各种经历来看，好像又有些不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坚持着自己的立场。这个江湖
或许是我此次复国大计之中最变幻莫测，也最至关重要的一环。陈大哥，我想先了解江湖，再谈复国。可以。你们打算等到什么时候才出来迎接你们的主子？就是他，没错。暗狼卫统领秦风，恭迎少主归来！恭迎少主归来！诸位快快请起。从爷爷那里听到过暗狼卫是专门为我打造的护卫，其侦查和隐藏能力在大周都算顶尖存在，有他们一路排查危险，这一路就安全多了。这位应该就是护送少主的镖人吧？多谢阁下一路护送殿下回归大周，这是一些赏金，这趟镖送到这里就可以了。哟，还挺大气，又是20两。秦风统领，这位是护送我一路进入大周的陈官陈镖师，接下来他将继续护送我进入上京。少主，我们司主的命令，此行我等不宜暴露身份。一个陌生面孔跟在身边，目标太大，无法与我等一起潜伏进入上京城。这……你们造反就造反，这怎么搞得跟过街老鼠一样，还躲躲藏藏的？少主，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诸位不必惊慌，陈镖师乃是可信之人，他不会……不行，去，将殿下的马匹牵过来。踏入镖主仪仗内者，死。这个家伙怎么这么冲动？一言不合就杀人，杀的还是自己人。现在他是我的镖，在没有到达目的地完成任务之前，任何靠近者老子都视为劫镖之人，格杀勿论。你这是什么规矩？以我对陈官的了解，这个举动背后必然有他的道理。刚才那一刀没有任何真气波动，难道是传说中子府境高手？一个不到20岁的子府，这怎么可能？此次奉司主之命，千里迢迢前来接应殿下，难道就要这么空手而归？陈镖师，你只是一个镖人，现在人已经平安送到了我们手上，理应算是完成了任务。不知此次的镖费多少？我们可以双倍，不，3倍奉还。镖费嘛，也不多，他爷爷就给了我20两银子定金。20两银子？哼，这里是20两黄金，足够顶你那点镖费的100倍了。拿着钱滚！你疯了不成？难道是这些人有问题？仔细一想，确实有点不对劲。他们一上来丝毫没有将我当成主人来尊重，言行举止之间都是在机械地执行那个神秘司主的命令，却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感受，是选择皇帝梦，还是选择江湖？陈大哥，这些人是不是有问题？他们认出你后，有一丝轻微的杀气被我发现了。通缉前朝余孽洛离，赏金白银100万两。我也加，我靠，加100万两，那可是一支100万大军几年的开销啊！我怎么加啊？100万两，没想到这个死丫头竟然这么值钱。你赶紧给我加钱，我有点想拿你去换赏银了。加，我给你加50万两。不过需要我到了上京城才能想办法给你，虽然有点少，
但你要知道，这种赏金，你就算完成了任务，也不一定能领得到。而且你还会遭到我舅舅他们的疯狂报复。不过，跟这真金白银的100万两比起来，还是有点亏啊。这纸张泛黄破损的程度，显然不是最近才发布的，至少也有1个月以上的时间了。半年前，大周皇朝就已经开始通缉这个死丫头了。这大周的消息这么灵通。所谓的王权富贵、盖世功劳，在这唾手可得的100万两白银前，不值一提。贪婪乃是人之本性，这些人潜伏在大周上百年，不就是有朝一日能从龙成功，换一个泼天的富贵吗？倘若不是经验老道、冷酷无情的陈官在，我一旦跟着他们离开，恐怕下一刻就会被他们绑了去换那100万赏金，导致整个复国大计失败。也只有陈官这种将规矩看得比命还重的怪人，才能在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保持最后的理智。难道这就是陈官所说的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利益纷争和人性博弈。连这些潜伏100年的自己人都会被悬赏令动摇，那我那些所谓的落世旧部，又岂能没有几个心生贪厌之徒？难怪我刚到这里就有通缉令，我的信息被出卖了。现在我才知道陈官为何会说我心里只装着不切实际的皇帝梦。行了，老子血亏50万两，都还没来得及伤心呢，你在这摆着个臭脸给谁看？陈大哥，这难道就是你所说的江湖？哼，这哪是什么狗屁江湖，一群眼红怪而已，但也算是吧。接下来的每一步，我都得小心翼翼。这个死丫头似乎在一瞬间就变得成熟了不少。人只有被打脸才能长教训，真当造反是儿戏。此地属于大周南境的边缘地带南山郡，山川秀丽，人烟稀少。地图上显示，从这里到最终的目的地上京城，需要横跨4郡之地，路程倒算不上特别遥远，大概也就2000里路。但这后面的一路绝对不会太平，得抓紧时间了。希望能在10天之内赶到上京城，赶紧交完这趟麻烦的镖，好去赶下一趟。2个陌生的外乡人来到镇子里，竟无一人好奇打量。说不出的不对劲，但又看不出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男女有别吗？一会儿被人弄死了，可别赖我没保护好你。你不觉得眼下情况不对吗？是啊，出发前爷爷曾明确交代过，我舅舅那边早已收到了消息，会派来一个重要的属下来接应我。可派来的都是见钱起意的家伙，根本就没看到什么重要的下属。你说会不会是你那个舅舅，刚刚被大周的狗皇帝给一锅端了，所以他那些手下才反水了，趁机大捞一笔？这不可能！我紫霄旧部蛰伏准备了100余年，虽然难免一些贪财之人，但平时行事无比谨慎。如果真的被那狗皇帝察觉了，绝不可能等到现在才动手。也是。不对，还是不对。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应该是无意触发了鬼祟的怪谈规则。什么？
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废话，连老子都疏忽了，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又怎么可能知道？得，送上门的奖励，把马牵出来，走。陈大哥，我们这么冲出去，就能离开这个怪谈规则了吗？你能不能不要再问这么弱智的问题了？现在咱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出这只诡异的名字，才能找到它规则，规避危险。这只实力强横的鬼祟绝不是平白无故出现在这里，必然是有人刻意安排在此，等着我们自投罗网。哼，有意思，这帮子余孽竟然连鬼祟都能掌控。难道这只鬼祟的名字就叫做万死不辞？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奇怪的名字。碰上老子算你倒霉，看老子今日怎么收了你！下马！陈大哥，你看什么呢？你没发现时间静止了吗？没错，我们骑马刚进镇子的时候就是夕阳西下，经过刚才那么长时间，天边夕阳的高度竟然一点没变，一模一样。二位客官是来住店的吗？你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已经开过房了吗？是，二位开过了，是小老儿记错了，我想起来了。这除了咱们的包裹，屋子里的一切竟然都恢复原样了。啊！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男女有别？啊，这不是形势所逼吗？行了，走，先出去。哦，记住，在这个鬼地方，千万不要乱问问题。如果你非要问，也一定要问我能做到的事。还有，不要主动跟这里的任何人搭讪。这种鬼地方，就是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随便跟人搭讪啊。老板，这个梨花糕怎么卖？刚出锅的梨花糕，热乎着呢，3文钱一块。1文钱一块，卖不卖？卖！他这也太会砍价了吧！砍得这么低，这大婶还这么开心。大爷，你这鸡怎么卖？客官，我这可是上好的芦花鸡，30文一只，个个都有5斤足，您随便挑，随便选。我用这刚出锅的梨花糕跟你换一只鸡，换不换？换，当然换。这老头是傻子吗？这样做生意，怕不是要亏死？陈大哥，那是不是破解的办法就在这4个字身上？你这书也没算白念。这个丫头确实不算笨，只不过她从小到大都被关在家里死读那些书本上的知识，导致她对修炼一窍不通，对人情世故以及柴米油盐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更是一无所知。甚至可以说，她对生活阅历比一般同龄人还要差上一大截。不过好在脑子还算灵活。陈大哥，咱们在这儿等什么呀？等血阳下山。啊，可是时间不是静止的吗？不要多问，等着便是。只是你看到的时间静止了。行了，太阳已下山，走进镇子。那么大一颗太阳，哪儿下山了？记住，一会儿无论任何人要求你做任何事，都不得拒绝。我需要验证一下这个怪谈规则里边的规则。知道了。小姑娘，能不能帮老婆子一个忙啊？婆婆，您需要我做什么呀？我家的小狗中午跑出去，到现在还没归家，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它？多谢小姑娘了，一看你就是个心善的人。我怎么去找她的狗啊？怎么办啊？这就慌成这样，你还想去造反啊？唉，也是，如果他真的样样俱到，又怎么可能被人这么轻易的拉入这个江湖？一切反常现象背后的逻辑漏洞，这个漏洞是什么呢？我知道了，陈官刚才那么离谱的和商贩砍价，他们还笑呵呵的接受了，这么过分却不拒绝，这就证明这些人不能拒绝，所以这就是万死不辞含义，哪怕是死也绝不能推辞拒绝。他也太聪明了吧，竟然只是在镇子里转了一圈，就找出了鬼祟的核心规则。
你们赶紧去找到王婆婆的小狗，找到给王婆婆送回去。好的。小姑娘，你的心可真善呀！哎，老婆子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心善的姑娘，你可不可以……婆婆，这天色渐晚，您还是早点带她回去休息吧。这丫头一旦用心起来，这脑子的灵活度的确远超常人。这幸亏没让这老太太接着说下去。陈大哥，我刚才是不是躲避了一次规则的绞杀？是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规则走出这个怪谈了？你想的太简单了。啊，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说的没错，想打破这个怪谈规则，就必须先利用它的规则。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只鬼祟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岂有此理！本公主冒死走到这里，竟然还想着考验我，还不算太笨。这个诡异的规则应该就是接应洛离的那伙人布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考验他。毕竟那群前朝余孽为此准备了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将所有的一切都直接交给一个初出茅庐，甚至可以说是傻白甜的小丫头？这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笨蛋，越是那些常年活在阴沟里的人，做事就越是小心谨慎。显然洛离仙必须通过这一道考验，才能得到他们的初步认可。行了，就是那些人安排给你的任务，说说看你破解这个怪谈规则的思路。陈大哥，破局点是不是就在万永死不辞这4个字上？我再给你提供2个关键信息。第一，这个镇子分为阴阳2界，你去好好观察一下那个荷塘。这小荷塘里没有夕阳的倒影了。没错，你听好了，有残阳倒影的视为阴间，这种现象又被称为水镜映煞，而没有残阳倒影的才是我们所需的真实世界，视为阳间。处在阳间时，规则相对宽松，小镇村民不会向我们提要求。可一旦踏入阴间，镇上的村民便能向我们提要求，派差事，受万死不辞的规则束缚。我们不能拒绝对方，但凡敢拒绝村民的托付，或是没能完成交代的任务，便会被规则直接抹杀，同化沦为这怪谈里麻木有党的一员。这不是把鬼故事搬到现实里来了？难怪都说鬼祟是这世间最恐怖最无解的圣种之一，杀人于无形，防不胜防。陈大哥，那是不是说我只要在阳间行事，等到阴阶降临时就躲在镇外，便可避祸？你看上面那滴滴写的4个字，一旦血流完，整个世界都会变成阴间。这个时间大概是3天。是的，这是对我的考验。既然考验必然有着时间限制，而我不仅仅是要通关，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的能力，让暗中观察的那些人满意才行。万死不辞若放在王权之中，那便意味着绝对的效忠。我明白了，陈大哥，这道考验应该是考验我的统御能力。在阳间之时，我进入小镇，可以利用规则号令那些村民，让他们绝对服从，听从我的指挥去完成某个任务。可若想考验我的统御能力，总得有事端可调度。可眼下小镇一片平静，既无山贼要挟作乱，也无任何变故，难不成要他带着一群无辜百姓凭空造势？行了，别瞎琢磨了。你难道没发现那些摊位老板10之8九都在骗人吗？他们在骗我们？你买过梨花糕吗？没有。我虽不清楚大周物价，但大云1文钱便能买2块梨花糕。还有那只芦花鸡，大云妖魔横行都卖不到10文，这里竟张口要30文，还虚报斤量，明明不足4斤，偏说有5斤，纯属漫天宰客。还有客栈掌柜，我们明明已经付过房钱，他却还想2次收钱，摆明了借机讹人。自小我便锦衣玉食，出门从不用自己掏腰包付钱，未曾接触过市井物价，倒是不懂这些商贩的弯弯绕绕。万死不辞对寻常而言是为尊主舍己赴难，死亦无辞，但对你这种注定要走帝王路的人，含义全然不同。于帝王而言，万死不辞是为成就大事，不惜葬送万条人命，倾尽天下财力也在所不辞。还是那4个字，身份一变，便从舍己变成了舍天下。所以幕后之人要我趁着阳间规则入阵，以杀伐立规。所谓万死，是要以万人性命为代价；所谓不辞，
是逼我狠心镇杀所有奸商虚伪，为这座腐朽的小镇立下诚信铁规，所以这是要逼着我染血杀伐，以所谓人命炼铸帝王心性。怎么，很为难？我连杀鸡都未曾，现在却让我去屠戮成千上万的人，就你这样还想去造反？我看你还是赶紧打道回府，继续做你的大小姐得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道理你不懂，更何况是帝王。帝王之路从来都不是单枪匹马的中杀，而是用无数人的血肉、尸骨与财富铺就的通天阶梯。那牺牲的何止万骨，那是百万、千万乃至亿万生灵的代价。洛离有心性，有头脑，也自幼系统学过帝王之术，可身上却毫无血污，更未沾半点市井烟火。他所学的不过是书本上的纸上谈兵，脱离乱世江湖，一心追求不切实际的太平盛世，从未在江湖中摸爬滚打，缺了那份果决，更无生死边缘逼出的狠辣。这样的人做智挠尚可，若想成为杀伐决断的帝王，便是笑话。帝王是什么？是孤家寡人，是天底下最无情之人。帝王的心性必须坚如磐石，能为天下苍生舍弃一人，也能为一人之念屠尽苍生。